这集的美食之旅非常的不一样，吃过了排餐、自助吧、街头美食等等，这次是要来吃半桌。而这次的半桌餐厅，居然是在高雄展览馆内。原来是中华职棒36年开季团圆大半桌啊！而且席开900席，门票居然在1分钟内卖光。这次也是特别感谢姑姑的邀请，才有机会来吃。金光闪闪的冠军奖杯，去年12强夺冠的奖杯就放在这里让民众欣赏。虽然离开桌还有一段时间，但已经有民众开始排队。职棒的吉祥物欧告也在现场与民众互动。还好是在室内举办，虽然才3月，高雄天气可是已经热起来了。那在展场的里面也有提供周边商品贩卖，虽然感觉不多，但买气也是很热烈。如果没有购买，也可以直接走进来参观。半桌的位置是在另一边，是需要门票的。这边就是单纯让民众选购的地方而已。最后还有提供摸彩券，让民众同乐。比较特别的是，现场有打卡送脆面的活动，这包装也是挺特别的，就拿了1包回家做纪念。半桌活动表中还有这个很受欢迎的碰拳会，分别有3个时段，有各队啦啦队的活动。那里面逛的差不多了，等到外面走走吧。既然是吃半桌，这种冰桶冰饮料的传统当然是少不了。餐点是以内门知名半桌名厨洪师傅来掌厨。闲逛了好一阵子，终于到了进场时间，那就准备进场了。这场虽然菜色都一样，但有分3区：白金区、摇滚区跟一般区3种。那摇滚区自然是有一点福利啦，离舞台近一点，也比较容易跟吉祥物有互动。进场后，马上就能感受到场内的热情。毕竟在这里席开100桌，也是非常的盛大。当然啦，既然是台湾特有半桌，不到最后一刻，人是坐不满的。入场后还有其他小礼物可以拿，1条印 Team Taiwan 的毛巾，还有1包刚刚拿过的脆面跟摸彩券。这摸彩券等等会在活动中抽奖。一开始我还以为这张是杯垫而已。非常有台湾风格的主舞台。36年开季团圆大半桌，那我们的开季记者会，相当有创意的菜名，不过实际上菜后会让人啼笑皆非。既然是活动，那也免不了贵宾致辞的过程。只不过前后后要讲40分钟后才会上菜，还真的是有点久啊。这边也会介绍球员，不过我是真的很久没看球了，很多球员几乎完全不认得，真的有点不好意思。趁这个开场空档来秀一下毛巾。那第1道菜总算要准备上桌了。手机先吃。谢谢大家。对。中场还会串场表演活动，不过著作权的关系只能播片段。刚刚活动之一，女孩上菜秀，很可惜菜没送来我们这桌，所以只能拍到女孩们离场的身影而已。没关系，至少是从我这个方向离开，多少还能拍到点片段。所以接下来再我们邀请到了。虽然我明白醉翁之意不在酒这个道理，
但这菜色摆盘跟菜单真的很难搭起来。不过卖相虽然稍差，但餐点口味却也是不错。啦啦队出场时都会带自家的音乐热场一下。中场休息时的碰拳会，这队伍也是排了好几百人。像这样活动总共有3次，由6队啦啦队女孩轮流上阵。刚刚的菜色，因为拍啦啦队影片的关系，转头就只剩2只虾了。我还特地捞一下，看有没有龙蛋。这拍摄视角已经是尽最大的努力了，没有那种实力，直接走到舞台下方拍。准备抽奖活动，只不过我没中奖而已。那总计10道菜也终于上完了，只能说真的就是传统半桌，摆盘简单，但味道十足，算是可以啦。那最后一场啦啦队表演也即将结束。但就在这时候，有突发状况出现，2个吉祥物就在我们这桌坐下来。原来是活动方要拍个镜头，来跟我们这桌各位摆拍一下。看到这幕真的很好笑，超近距离的互动，还被请到喝交杯酒，真的是很好玩的感觉啊。那这边也讲讲今天的感想。连续去年拿到12强冠军后。整个职棒的气势又往上提高了1层。中华职棒也36年了，一路走来风风雨雨，到现在总共有6队可以打了，靠的就是球迷的不离不弃。也希望再延续这股气势。今年取到 WBC 的门票后，明年前往东京巨蛋，再拼一座冠军回台湾。那也随中华职棒第36年球季正式开打，一场场精彩的赛事也开始紧锣密鼓的举办。进球场支持就是对球员最大的鼓励了。最后来高雄展览馆这里吃半桌，还真的是从未有过的体验。场地真的非常适合，有空调，大众运输也方便，搞不好以后也可以多利用在这方面的活动上。那活动结束后，等等也要准备散场了，那就承袭半桌的传统，该打包的打包，该拿的饮料也该拿一拿，这样才有吃半桌的感觉。散场时，想不到还有主办方亲自来送客，真是让人有满满的诚意。但这最大的惊喜是旁边还有啦啦队的队员，零距离的互动，让整个空气感觉都甜了起来。真的是很意外的惊喜就是了。送客的小礼物是欧告的棒棒糖。那本集也差不多要告一段落了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支持按赞、订阅跟分享。期待下个影片与您再相见。